今天继续带你们吃一家驻京办啊，兰州驻京办，看看遍布大街的兰州拉面的正经的驻京办是什么味道的，走吧。我们今天在兰州宾馆餐厅啊，就是兰州驻京办，然后这个是大菜，还点了一堆零七八碎的小菜。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菜啊，是一整个牛蹄子，真的巨大。这个是牛蹄头，然后牛蹄杆，然后牛蹄拐，我切了啊。哦，它这炖的还挺脱骨的，这感觉就这么感觉全都是牛蹄筋似的。我们先来尝尝这个要早点点哦，这个做的比较慢，我们也是提前点的。好浓啊，这个汁儿，哇，晶莹剔透的牛蹄筋儿哎，你尝尝，有点怪，它这牛蹄处理的挺好的，没有什么骚味，但这个汤汁它是酸辣口，我这个皮真的绝了，好吗？其实它这已经炖的就不是特别烂，但是它是有一点筋道在，但它也很软了。还给你块皮，哎，不得不拿起了刀叉。这个筷子属实是夹不起来。哦，原来的牛的脚丫子有这么大，因为羊蹄儿其实挺小的，这牛蹄儿真的好大呀！哎呦，怪不得那个牛蹄筋都那么长一根呢。外面感觉一层都是牛皮。不是这个酸味有点重，油还是挺厚的感觉。这汤底一层红油，你看外面就是这一层就是皮，牛脚丫子皮嘛。哎呦，哇！天哪！突然觉得我要大棒式抡人了。这上面没啥肉啊，其实这块连骨筋是最好吃的，你要不要啃一口？哦，但这酸味有点重，它如果没有这么酸，我可能会更喜欢。好呀。那又想吃牛蹄儿，我觉得可以来试试。这真的看着就很唬人，好吗？然后我们还点了几个别的小菜，我们一块来尝尝啊。我们来尝尝这个是烧焦土豆泥啊。哇，它这个油好多呀，它这个油。然后这个土豆泥压得很瓷实，烧焦是烧辣椒啊。看。哇塞！哇，还挺好吃的。它这个没啥辣味儿，有股酸味儿。然后那个辣椒，就感觉已经炒得很软了。然后土豆泥是压得特别瓷实，这种一大坨。很细腻，然后它的辣味儿基本上完全来自于上面的小米辣，灰绿色的辣椒没有啥辣味儿。你尝尝，跟烧焦皮蛋似的那种的有点像。还没有那个辣呢，它这个酸味比较冲。然后这个是酿皮儿，来兰州不吃酿皮儿怎么行呢？哇，我们这个还是小份的，感觉量还可以，然后28也不算贵了。某贝的一份酿皮儿已经卖到50多块钱了。哇，它这个感觉这个酿皮还是挺筋道的感觉啊，还很厚实呢。这个感觉，它这个辣子好多呀。你再自己加。哦，这个好吃，它这酿皮特别筋道，就跟咱们日常吃的那种凉皮那种软弹的不一样，它那种筋道的弹。它是那种酸辣，
蒜香味挺浓的，它真的，它整个一碗的料汁儿，这种筋道的感觉，就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筋道的凉皮了。就是，而且它这个辣子是香而不辣的那种。哦，它这个汁儿还是酸味挺冲的，不是很浓稠的那种麻酱的啊。就我发现，就基本上所有兰州拉面的辣子，就都是一大盆，看着特别唬人，但你实际上吃起来没有很辣，我每次都可以放好几大勺。这儿有来着有。哦，这个真的好好吃，好平。大家尝尝卷羊肉吧。本来想点个小羊腿来着，没有了，就说点一炒羊肉吧。这一份可不便宜。你看它是这种厚一点的羊肉片，然后配菜是有洋葱，然后青红椒，然后感觉颜色是偏红，不知道是放辣子炒的还是放番茄酱炒的。哦，它这个羊肉肉质很好，特别紧实嫩弹，整体不辣，但是这个红色应该是炒辣子炒出来的，咸香微微辣，然后就羊肉那个鲜香。整体羊肉是比较瘦，然后边上会带一点肥，对，稍微带点筋。它是有一些干料裹在上面的。会不会是炒了一点就是那种红色特别细的那种辣椒面？哦，这好吃啊！我觉得这家在驻京办的性价比真的算很高，他们家不贵。对啊，已经开始这个了。然后这边已经开始制作，他们得先上这个。好吃啊！哦，对了，兰州还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东西叫兰州宽粉，我们尝一碗啊，倍儿大一盆。我开始以为是一碗，我还说38一碗还挺贵，然后结果发现他妈是一盆，真的是一个盆，里头是这种特别宽的土豆宽粉。嚯！尝一口啊！这个宽粉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宽粉，它区别于马铃薯宽粉，就是因为咱们常吃火锅的宽粉分为两种，一个是苕粉，一个是宽粉。那种宽粉一般是马铃薯做的，就是麻辣烫里常用那种半透明状的，然后苕粉呢是用红薯做的，一般在川锅里用的比较多。然后它这个呢就是白不呲咧，外面仿佛薄薄的裹上一层透明的壳，但是实际它还是偏白一点。它的口感和马铃薯宽粉吃起来还不太一样，它这种是偏向软滑，那种马铃薯宽粉是偏向于弹，然后有点黏。这个用来做麻酱流汁宽粉也特别好吃。好吃。我觉得这汤底味道淡了一点，我开始会以为是油辣子特别厚的那种，但是这个汤可以当成一做汤喝。微微辣。真忙。拉面好了，我们的拉面来啦，点了一碗2细，就是比普通的正常版的拉面会稍微粗一点点。他们家有6种面型，有毛蟹，然后细面、2细、9叶、荞麦棱，还有大宽。它里面真的是有2片肉的，而且还挺厚的。感觉兰州拉面真的是遍布北京的街头啊！你们那边的拉面多吗？我都没去过兰州，甘肃整个一个省我都没去过。明年走一趟。今年。哦，它这好筋道啊，好筋道啊！这个汤还是挺鲜的，清淡中有一股清香的鲜，还是油辣子。就冬天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吃啥，那真的就吃拉面，就兰州拉面，然后续汤。多放辣，我有的时候会想吃大宽，有的时候吃2细，有的时候正常标准的就吃普通的了。有的地儿不给你做那么多面型。
我记得之前也不在哪个东方宫吃过9种拉面的面型，就是它可以拉出9种面来。我忘了是哪家店了。哦，它这个真的是大块的牛肉啊！面它好筋道。它中午真的超多人吃拉面，几乎人均1碗面。这每桌都有，对吧？我刚才数了数，这1碗里至少有4盘牛肉。我好良心了，我觉得。是我看你。但是它这个汤就是不渴。我之前有去过多的地儿吃那个拉面，就喝完之后恨不得狂喝2升水的那种。这个还可以。我给小姐姐点，这是兰州的一个特色小吃，就是有点像豆粥似的。吃到了一个枣核，他把那个灰豆子磨成了豆沙，然后会再稍微稀一点，可能加了点水，熬成那种灰豆糊，然后它还残留着豆皮儿，然后里面还加了红枣什么的，感觉很健康。来。他家菜好多呀，厚厚的一本，然后好多菜没点上，还有的没有的，像什么甜胚子呀，然后烤羊腿都没吃着，然后他们家还有烤全羊，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面，我都没有见到。下回再来吧，我觉得咱没个3趟根本吃不全。好了，然后那今天就到这儿，然后大家有时间的话，想吃牛肉拉面，想吃兰州菜的话，我觉得不妨可以过来尝尝。因为一般驻京办都做的还不错，而且这家性价比还挺高的。对，他们家在驻京办里性价比算是高的，没有那么贵，就是人均价格，你想想一碗有4、5片肉的兰州拉面才卖18。好了，然后那今天就到这儿了。今年2021年我们争取能去一趟兰州，去一趟甘肃。好，那今天到这儿。